习近平可能从未料到，他在东亚碰上了一块踢不动的硬铁板。近年来，北京对邻国频频展示肌肉，以为凭借强大的军事与经济实力，周边国家只能忍气吞声。但这一次，情况完全逆转，中国咄咄逼人的战狼外交不但没有让对手屈服，反而唤醒了邻国沉睡已久的斗志。日本出现了数十年未见的强硬领袖，正面迎击北京的挑衅。习近平这一脚踢下去，踢中的竟是钢铁铸成的板墙，一时间痛得他自己倒抽一口气，也让全世界为之侧目。先来看看这块硬铁板究竟是谁。原来，日本在2025年迎来史上第一位女首相高市早苗。这位出身奈良的女政治家，外表虽温和，作风却强势刚毅。高市早苗上任后不久，就展现出越战越凶的气势。面对日益咄咄逼人的中国，他没有丝毫退缩，反而态度越发强硬。他的一句话更犹如平地惊雷，震动了整个东亚。台湾有事，就是日本有事。高市早苗在国会答询时明确表示，如果台海爆发冲突，日本将视之为国家存亡危机事态。这意味着什么？意味着日本自卫队可以行使集体自卫权，直接军事介入台海战事。这番话等于当众划下红线，北京若胆敢对台湾动武，就可能同时与日本为敌。要知道，过去日本政府再怎么担忧台海安全，也很少如此直白宣示可能出兵协防台湾。高市早苗此举可谓打破了日本战后的外交禁忌，摆明与美国站在一起，决心阻止中国侵犯台湾。北京闻言简直气得跳脚，中国外交部立刻高分贝抗议，痛批高市早苗的言论露骨挑衅，严重违反一个中国原则和中日关系政治基础，要求日方收回恶劣言论。官方措辞之强硬，前所未见。然而高市早苗丝毫不为所动，明确表示自己的发言完全符合日本政府一贯立场，没有意愿撤回。短短一句台湾有事即日本有事，犹如硬铁板上蹦出的火花，把中日之间本来就紧张的气氛一下子点燃起来。中国方面当然不只是在口头上发飙，随着高市早苗的强硬表态，中日外交进入高度紧张状态，北京开始使出各种手段向日本施压。短短几天内就出现了一系列剑拔弩张的场面，其中最具象征意义的一幕发生在北京的外交磋商场合。11月中旬，为平息风波，日本外务省亚洲区局局长金井正章紧急飞往北京，试图与中方对话。然而会谈结果并不顺利。就在会谈结束后，中国外交部亚洲司司长刘劲松出现在媒体镜头前，只见他神情严肃，双手插在西装口袋里，昂首挺胸地站在台阶上。而一旁的日本代表金井正章脸上带着客套的笑容，身体微微前倾，仿佛在向对方倾听致意。就是这短短几秒钟的画面，瞬间在两国社会掀起轩然大波。中国官媒刻意释出这段影片，配上中方官员双手插兜，日方代表低头的定格画面，在中国互联网上，一些民族主义网民兴奋地解读为日本低头认错，中国居高临下，庞佛北京，透过这姿态再向国内宣示。面对中国的怒火，日本只能矮半截。然而，这种带有羞辱意味的影像传回日本后，激起的反应完全出乎中方意料。日本舆论彻底被激怒了，日本媒体和网友愤慨地指责中方故意失礼，双手插兜送客，在外交礼仪上是极不尊重的举动，等于把访客当小辈训斥一般。不少日本网民直言，中国简直像个不懂礼貌的野蛮小孩。更有人质问，我们的官员为何要飞去北京给人这样羞辱？一时间，日本社会从上到下充满被冒犯的怒火。这张羞辱照也迅速传遍国际社交媒体，让全球看到了北京所谓战狼外交的真面目，傲慢无礼，充满霸凌态度。本想给日本一个下马威，结果反而把日本民众推向了更加团结抗中的立场。这正是习近平此次踢到的第一块铁板。日本已不再是过去隐忍退让的日本，如今面对轻蔑挑衅，他们的民族自尊心被彻底激发出来。就在日本舆论因双手插口袋送客事件群情激愤之际，
中国官员又火上浇油般的犯下重大外交失礼。一位中国外交官的出格言论，进一步把日中关系推向冰点，但也再次狠狠撞上日本人的铁板意志。这次惹祸的是中国驻大阪总领事薛健。在高市早苗强硬表态后不久，这位中方外交官竟在网络发文，狂妄叫嚣要对高市早苗进行斩首。他大意宣称，如果日本胆敢军事介入台海，就先把你这个首相的脑袋给砍下来。如此露骨的威胁语言，瞬间让日本上下震惊。要知道，这可是驻日外交官公开扬言要对他国现任首相动杀机，简直匪夷所思。消息传出后，日本朝野一片哗然，大阪市议会火速通过跨党派决议，严厉谴责薛健的不当言行，要求他公开道歉，甚至有人主张将此人列为不受欢迎人物驱逐出境。日本外务省向中方提出强烈抗议，指责此番言论极度恶劣，无法容忍。就连一向温和的日本民众此时也怒火中烧，不仅仅是因为高市早苗个人遭受威胁，更因为这代表整个日本受到了侮辱与挑衅。然而令人意外的是，这场斩首风波的后续发展对高市早苗而言竟然是因祸得福。原以为中国的凶狠叫嚣会吓倒日本人，没想到效果完全相反，日本民意不降反升，更加同情和支持自己的领袖，强硬回击。几天之内，日本媒体出现两种截然不同的传言，一边是亲北京人士放话，高市支持率因对华强硬而崩跌，他恐怕撑不下去了；另一边，日本主流民调却显示高市内阁支持度不减反增，事实胜于雄辩。根据日本共同社在11月15日至16日所做的最新民意调查，高市早苗内阁的支持率不但没有下滑，反而升至 69.9% 新高，比上月暴增5个多百分点。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年轻族群的态度，在20多岁至30多岁的日本年轻人中，对高市内阁的支持率接近90%。也就是说，10个日本年轻人里，几乎有9个肯定这位强硬女首相的施政表现。这样的数字是惊人的。要知道，日本年轻世代长期以来被认为政治冷感，尤其对国防外交议题兴趣不高。然而如今，面对中国咄咄逼人的威胁，他们几乎一面倒地，力挺高市早苗的强硬立场。究其原因，许多评论认为，中国外交官薛健的斩首、爆言，正是一剂让日本民心导向团结的催化剂。正如日本评论员黄伟汉所说，任何人看到自己国家的首相被这样羞辱威胁，会怂吗？不但不会，人们只会更挺自己的领袖。薛健的一句失控呛声，反而变成高市早苗的神助攻。他证明了中国有多蛮横，日本唯有更强硬才能自保。因此日本民意用更高的支持度告诉世界，我们站在自己的首相这一边，绝不向恐吓低头。甚至连美国方面也看不下去，公开为日本撑腰。美国驻日大使在事件后连日发文，嘲讽中国外交官的粗鲁表现，直接点名谢谢中国大使和总领事，多亏你们的发言，让美日同盟更加团结坚定。接着，美国大使又贴出川普总统与高市早苗共同视察航母的合照，郑重表态，美日同盟将坚定维护台海和平稳定，我们强烈反对任何以武力胁迫改变现状的行为。华府此举等于向北京示警，你的威吓只会把美日台推得更紧密，一起对抗你。习近平一心想分化对手，结果却适得其反，把本来可能犹豫的盟友都推向对立面，不能不说是极大的战略误算。在唇枪舌剑之外，台海与东海的军事紧张局势也在升温。随着高市早苗强硬表态和中国方面的强烈反应，中日之间出现了近年来罕见的持续对峙状态。有人形容双方彷佛在进行一场240小时对峙，将近10天的时间里，剑拔弩张，火药味弥漫在海空之间。据报道，就在大阪斩首风波和北京外交羞辱事件之后，中国解放军和日本自卫队双方都提高了戒备。在东海靠近钓鱼台列屿，日本称间隔诸岛海域，中国海警船、海军舰艇一度长时间巡航不去，而日本海上保安厅与自卫队舰艇严阵以待，寸步不让。
双方船舰最近时甚至并行对峙，各自广播警告对方离开，局势一度极为紧张。同时，在日本西南方向的空域也上演着惊心动魄的场面，解放军战斗机和无人机频繁出现在冲绳附近天空，日本航空自卫队则紧急升空拦截。在某些时刻，双方军机距离近的几乎可以目视对方机徽，据说有中国飞行员刻意贴近，用无线电对日方喊话挑衅，而日本飞行员则保持克制，同时严密监控。一连数日，防空警报声在日本西南诸岛此起彼落，居民们神经紧绷，庞佛感受到一触即发的危机。这场持续多日的对峙被日本媒体形容为中日关系自二战以来最危险的时刻之一。有评论指出，当时双方只差一件小意外，就可能滑向宣战的深渊，例如一艘船不慎相撞，或一架战机误射炮弹，都可能点燃战火。幸好双方高层最终都保持了克制，没有让局势失控。但这段紧张僵持让全世界都看清，现在的日本已经不再对中国的军事压力逆来顺受，而是准备好以硬碰硬。这10天里，他大概真切体会到何谓踢到一块硬铁板的滋味。外患如此严峻，内忧亦不容乐观。让习近平雪上加霜的是，中国国内经济正陷入多年未见的低迷困境。过去支撑北京强硬外交的经济底气，如今大不如前。可以说，习近平在外面踢到铁板，而他的经济基本盘也在家里渐渐生锈，显得惨淡无光。首先是失业和民生问题浮上台面。2023年，中国官方一度承认城镇青年失业率超过20%，创下历史新高。随后当局干脆停止发布这项数据，引发舆论质疑不公布。难道就表示失业问题不存在了吗？许多大学毕业生找不到工作，被戏称为毕业即失业的一代。年轻人看不到前途，只好摆烂躺平，对未来经济发展更缺乏信心。更严重的是，长期以来作为经济引擎的房地产泡沫破裂，超大型开发商恒大、碧桂园相继爆出债务违约、楼盘烂尾、房价暴跌的新闻不绝于耳。房地产投资数据一路下滑，建案停工，让地方政府税收骤减千万。曾经投入毕生积蓄买房的家庭，如今房产大幅贬值，财富蒸发，消费能力也随之下降。老百姓捂紧钱包，担心未来，更加不敢随意花钱。于是，中国内需市场持续低迷，商场里顾客稀稀落落，不少商铺关门大吉。有视频显示，一些昔日繁华的购物中心如今空空荡荡，店员比顾客还多。网上甚至流传着调侃的话，以前宣传台湾人连茶叶蛋都吃不起，结果现在发现是自己老百姓挣扎着连鸡蛋都省着吃，讽刺意味浓厚，但也反映了部分民众的无奈心态。经济下行的同时，地方政府债台高筑的问题也浮现出水面。过去大举举债搞基础建设、造高楼的各级地方，如今债务偿还压力沉重，有的城市财政紧张到连公务员工资本都拖欠或缩减，引发社会不满。中央政府财政收入也出现异常状况。2025年公布的数据表明，中央财政收入竟同比下降，这在中共近年来经济报表上极为罕见。种种迹象表明，中国经济正面临内外交困的局面，远非官方嘴上唱的形势一片大好，内盘乐观。还有一个隐忧是物价走势反常，由于需求疲弱，中国出现了通货紧缩的苗头，物价指数徘徊在零增长甚至负增长区间。通缩意味着企业利润下降，工资难涨，经济活力进一步受挫。如果说之前西方有人将中国崛起比作一条经济巨龙，那么如今这条龙似乎体力不济，开始现出纸老虎的端倪。毕竟再强势的外交和军事动作都不能改变一个现实，国内经济若不稳，长期对外对抗就缺乏根基。明眼人都知道，打仗烧钱，一场冲突如果拖久了，经济虚弱的一方终将撑不住。习近平无疑深知这个道理，他大力提倡内循环，强调自力更生，希望减少对外依赖。然而贸易数据也不给力，受地缘政治影响，欧美日等主要市场对中货需求放缓，加上供应链转移，一些沿海工厂接不到单，只能关门歇业。
外资企业对中国前景也趋于悲观，投资脚步放缓甚至撤离，经济增长的老引擎不再轰鸣，新动能又迟迟未现。对北京当局来说，这无异于内部潜伏的一场慢性危机。因此，我们看到一幅耐人寻味的对比图景。一方面，习近平在国际上咄咄逼人，试图展现强者姿态，但另一方面，他的国民经济却呈现疲态，国内民心思安不思战。如果说先前中国还有以经促统，以强大经济吸引台湾这张牌，现在经济一蹶不振，对台湾和周边的吸引力早已大减，反而更令人质疑中国模式的可持续性。习近平在外交上踢到日本这块硬铁板，在内政上则面临经济铁板般的难题，短期内难以逾越的增长瓶颈。这样的内外交困处境，不禁让人问，北京还有多少资本去跟周边硬碰硬？中国的强硬会不会沦为经不起持久消耗的虚张声势？在中国经济阵脚大乱之际，对岸的日本却彷佛找回了昔日的自信与雄心。在高市早苗领导下，日本正罕见地加速扩充军备，强化同盟，不再遮遮掩掩，几乎摆出一副有机会就要压制中国的架势。可以说，如今的日本正虎视眈眈地注视着东亚局势，伺机而动。首先，日本正在前所未有地加强自身防卫力量。二战后长期奉行和平宪法的日本，过去军费开支一直压在 GDP 的 1% 左右。然而面对中国军力崛起与朝鲜核威胁，日本决定打破禁锢。2022年底，日本政府通过新的国家安全战略，宣示将在未来数年内把防卫预算提高到 GDP 的 2%。这意味着日本军费将翻倍，跃居世界前列。事实上，2023年和2024年起，日本的防卫预算已逐步上调，用于采购各式先进武器。具体而言，日本正在引进和研发一系列大杀器，例如向美国购买战斧巡航导弹，部署于海上和陆上。自卫队将具备对数千公里外目标的远程打击能力。又如，日方投入巨资与美英共同开发下一代隐形战斗机 FX 计划，以及高超音速导弹技术，力求在未来航空与导弹领域保持先进。日本还计划新增建造神盾舰和潜艇，加强西南诸岛防御，甚至讨论在离台湾较近的岛屿部署反舰、反空导弹部队。这些动作都显示出日本准备与盟友一起围堵中国的战略意图。当然，谈到日本的军事潜力，不得不提一张终极王牌——核武能力。迄今为止，日本遵守无核三原则，不拥有、不制造、不引进核武，国内也有对核武器的道德忌讳。然而不可否认的是，日本其实是一个拥有潜在核武能力的国家。所谓能造核武的日本，绝非虚言恫吓。日本拥有全球最先进的核能工业之一，民用核电反应堆累积了大量可提炼武器级材料的钚。据估计，日本储存的钚原料高达数十吨之谱，理论上足够制造上数千枚核弹头。更重要的是，日本的科技与工业水准极高，不论是高纯度核燃料提炼、精密炸药起爆技术，还是弹头小型化、飞弹制导能力，均处于世界领先地位。可以说，日本距离成为一个拥核国家，只差一道政治决心的门槛。一旦决策者下定决心，所需时间或许以月计而非年计。此外，日本早已具备远程投送核武的载具能力。日本的 HII 系列运载火箭和 Epsilon 固态火箭本是和平用途的太空发射载具，但技术上完全可以改造成远程弹道飞弹。日本也在研制新一代高速滑翔弹头。如果有朝一日决定自主防卫，日本能在极短时间内将这些技术转化为战略威慑力量。对中国而言，这将是颠覆亚洲力量平衡的巨变。毕竟，目前东亚只有中国和朝鲜拥核，如果日本也拥有核武，不仅抵消中国的核优势，还可能促使韩国、台湾等地步其后尘，让北京腹背受敌。虽然短期内日本仍然会遵守无核承诺，但值得注意的是，日本国内舆论对于核武的讨论调性在悄然改变。随着北韩频频试射导弹，解放军军力扩张，日本一些保守派政治人物开始公开谈论核共享或核威慑。连前首相安倍晋三生前都提过，应讨论与美国核共享的可能性。如今高市早苗上台，
他虽未宣称要发展核武，但他的强硬态度显示，日本将不再一味寄望外交对话，而是准备以实力保和平。如果未来形势恶化，例如中国真的对台湾动武，甚至动用核威胁，那么日本很可能大幅改变战后路线，考虑建立自身的终极威慑。这对北京来说，无疑是一头沉睡狮子的苏醒。一旦唤醒，日本的军事能量将令人啧舌。在经济层面，日本同样在抓紧机遇，想方设法提高自身优势，削弱中国影响力。近年来，日本企业积极配合供应链重组，把部分制造业从中国撤回或转往东南亚。同时，日本加强与欧美的经贸合作，努力在半导体、电动车等关键产业上卡位，减少对中国的依赖。中国经济放缓之际，日本经济虽不算强劲，但相对稳定，再加上日元贬值带动出口、观光收益，使得日本在亚洲经济格局中重新获得一定主导权。简而言之，当北京疲于应付内忧外患时，东京正暗自积蓄力量，希望重夺亚洲话语权。对此，中国网民也许会用虎视眈眈来形容日本，就像猛虎紧盯着对手，一旦捕捉到机会，便会全力出击。高市早苗强势崛起，日本民心思变，归根究底，其实都系于一处台湾。可以说，台湾问题如今宛如牵一发而动全身，成为东亚地缘政治的核心焦点。习近平这次踢到的硬铁板，表面看是日本，实际背后则是台海局势所引发的区域联手抗中。从某种意义上，习近平应当反思，日本为何突然转变，以前那个谨小慎微、经济至上的日本去哪了？答案之一就在台湾。过去，北京或许误判日本不会为台湾冒险，毕竟日中经贸关系密切，日本不少企业还指望中国市场赚钱。然而几年下来，发生了许多改变日本想法的事件，香港的前车之鉴与乌克兰的烽火，深深震撼了日本人。2019年，香港反送中运动遭到北京强力镇压，港人自由被扼杀，让亚洲各国见识到中共对民主的零容忍。对台湾人和日本人而言，这犹如警钟，若台湾落入北京之手，香港今天就是台湾明天，而区域自由与安全都将荡然无存。2022年，俄罗斯入侵乌克兰，试图以武力改变边界，更让日本联想到台海危机的现实可能。日本有媒体直接以今日乌克兰，明日台湾为题，提醒国人不能再对邻国的扩张野心掉以轻心。正因如此，日本近年来在外交和军事上快速转向强硬，而台湾也成了日本战略中不容有失的一环。高市早苗上任后，特地在国际场合释出亲台讯号。他在南韩举行的 APEC 峰会期间，亲切会晤了台湾的代表，这被视为日本首相首次在国际场边公开接触台湾官员，意义重大。北京为此恼羞成怒，不但延后中日年度共同民调发布，还干脆暂停东京北京论坛交流，做出一副绝不吃亏的姿态。然而这些小动作于事无补，台湾与日本的互动只会更趋密切。台湾方面亦感受到日本态度转变所带来的鼓舞。蔡英文总统执政以来，一直努力拉近与东京的距离，如今终于迎来思想相近的日本领袖，更显得如鱼得水。台湾外交部长甚至公开称赞高市早苗勇敢捍卫民主价值，并表示台日将加强合作。同时，台湾也加紧自身防务改革，延长义务兵役至1年，添购美制武器，强化后备力量，务求提高下阻力。不论执政当局还是在野党，台湾主流民意已趋于共识，面对北京不投降、不冒进，坚持备战以避战。更耐人寻味的是，台湾年轻世代对自身国家身份与未来的看法和日本年轻人有异曲同工之处。多项调查显示，超过80%以上的台湾青年认同自己是台湾人而非中国人，主张维持实质独立或推动正式独立的比例也在上升。他们目睹香港的遭遇，更加珍惜台湾得来不易的民主，同时看到中国内部高压统治和经济问题，对一国两制或统一前景充满戒心。可以说，习近平的一系列高压政策，把整整一代台湾年轻人推向了离心的一端，这与他对日本年轻人的效果如出一辙。本想威吓，结果促生反效果。如今，
台湾在地缘政治上获得前所未有的重视，美日同盟、公众舆论都将台海稳定视为自身利益的一部分。台湾虽非正式的军事同盟成员，却被视为印太地区民主防线的关键节点。正因如此，日本才会明确表示台湾有事即日本有事。美国也多次强调对台安全承诺不变。这种国际声援反过来又增强了台湾民众的信心。试想，当台湾青年看到日本几乎90%的年轻人支持一位愿为台湾出头的首相，他们心中会是何等振奋。对台湾人而言，这说明自己并不孤单，真正危难时刻是有人愿意挺身而出的。一连串变局让东亚局势产生了戏剧性的翻转。习近平原本试图靠强势手腕实现中国梦，压制台湾，驱赶美军，震慑日本，营造一个对北京有利的周边环境。但事与愿违，他现在面对的是一个比以往更团结、更强硬的对手阵营。有美国做后盾的日本虎视眈眈，台湾民心坚定难撼，连韩国、澳洲等国也在靠拢美日，警惕中共扩张。可以说，习近平一脚踢在铁板上，引发的震动让他四面树敌，自身却元气大伤。接下来摆在习近平面前的将是艰难的抉择，他是要继续加码强硬，在台海和东海冒险一搏，还是暂时缓和对外关系，争取时间修补内部经济与实力。倘若他选前者，试图以更大动作来教训日本或台湾，那么风险极高，日本已今非昔比，美日安保同盟牢不可破，真有冲突爆发，中方未必讨得了好处。更何况中国经济疲弱，战争一响，经济命脉恐全盘崩裂，民心也难以长期支撑苦战。试问，在青年失业、房市暴雷的压力下，习近平真的有把握打一场对抗美日台联军的硬仗吗？反之，若习近平放软态度，尝试修好中日关系，避免同时对抗多方，那又势必要吞下前期强硬言行的苦果。如今高市早苗毫不让步，北京若想缓和，只能自己想办法下台阶。然而中共体制一向崇尚所谓绝不妥协，习近平个人风格更是强硬好斗，要他低头认输谈何容易。更有甚者，他在国内鼓动民族主义这么久，一旦示弱，自己的权威都可能受损。所以即便理智上明白硬拼不利，习近平也可能硬着头皮向前，企图用更大的危机来倒逼对手让步。然而历史经验屡次证明，轻忽对手意志，盲目逞强只会自食其果。昔日日本军国主义也曾妄图速战速决，一举击溃美国意志，结果陷入长期战争，走向毁灭。今日北京若误判形势，认为日本虽硬，但终究不敢真战，美国虽喊话，但未必愿牺牲，那就可能踏上危险的不归路。现实是残酷的，台湾不会自己倒下，日本也不会自行退让。习近平面前的硬铁板，不是凭一腔孤勇就能踢碎的，它包含着民主国家人民的决心与信念。或许北京当局仍抱有一丝侥幸，期待日本国内会不会出现反对强硬路线的声音，或美国政坛会否变卦抽手，但至少眼下看来，这种希望相当渺茫。即使日本有人担心经济报复或安全风险，当下民意的大方向已定，守护自由，联手制衡中国。同样的，美国无论哪个党执政，遏制中共扩张已是共识，不太可能对盟友弃守不顾。习近平真正能依赖的只剩自己手中的筹码。然而经济牌打不动，军事牌碰不得，唯一剩下的是中国庞大但脆弱的人海市场，以及核武这把双刃剑。是的，北京还握有核武器这个最终手段，但正如前文分析，连这点优势也在动摇。一旦逼得日本也走上核武装道路，中国将再难以用核威慑占上风。而如果中共贸然对台或对日动用武力，不仅面临国际全面制裁和围剿，本身政权都可能不保。所谓党的江山最怕战争动摇，习近平真敢孤注一掷，冒此风险吗？恐怕他夜深人静时也不得不三思而行。总而言之，习近平这次在台海与东海周边的冒进踢到了高市早苗，这块出乎意料的硬铁板也踢疼了自己。一个强硬的新日本正冉冉升起，背后站着几乎90%支持他的年轻世代。
一个民主的台湾在风雨中屹立不倒，社会凝聚出前所未有的抗敌意志。再看北京自身，经济不景气，内部矛盾丛生，其实经不起大的波折，形势比人强，稍有不慎就可能令多年苦心经营的崛起神话毁于一旦。或许有人会问，未来东亚是否注定走向对撞？也有人寄望中国会不会反思收手，寻求某种和解。目前看来，一切仍在角力中，但可以肯定的是，历史的天平似乎正发生倾斜。习近平曾经自信满满，要做改变亚洲格局的强人，如今却面临内外交困，被迫骑虎难下。他的每一步抉择都将深刻影响中国的前途和整个印太地区的和平。结局如何，尚有待时间揭晓。然而有一句话可供借鉴：天欲其亡，必令其狂。当一个领导人一味蛮干而不识铁板的坚硬时，命运往往会给出最无情的回答。现在习近平站在十字路口的一端，对面是高市早苗领衔的自由盟友阵营，如铁板般牢固而冷峻地矗立着。这一幕或许正是新时代亚洲博弈的写照，强权不再予取予求，小国也能团结自强，硬铁板已在眼前，踢还是不踢，收脚还是硬上，留给习近平的时间与选项都已不多。历史长河静静流淌，唯有未来几年的波涛将见证这位自信而今焦虑的领袖如何面对他亲自踢出的这一记剧痛反弹。战鼓之声虽远未散去，但希望之光亦未泯灭。在至暗时刻，人们期待理性终能占上风，冲突得到化解，但若强权执迷不悟，那么正义与自由的一方也绝不会退缩。毕竟铁板虽硬，勇气更坚。让时间告诉世人，到底谁会是最后的赢家。